听说在日本有一种鱼叫做幻之鱼，但怎么又换了？好像是因为见过它的人很少，吃过它的人更少，所以我又去查了一下，日本这么大的海域，能捕到它的地方却只有那几个。离我最近的那个点都在伊豆，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的最南部。哇，去的路上感觉瞬间快到夏天了，又到了吃海鲜的季节。我们开了6个小时才到，如果不好吃我就去跳海。这个店是一个海边的小别墅，如果要吃这种幻之鱼的话，还要提前几天预定，因为店长才会出海捕鱼，所以自然价格也很感人。是不是食材越高级，菜单越简单呀？哇，就是这一锅了。可惜我们只能点这么多了，因为它是限量的。在开始料理之前，还跟我们讲这个鱼的来龙去脉和料理它的方法。这个鱼肉看起来很奇怪，感觉一点都不像是鱼的肉。煮好了之后，鱼骨里面还有很多的油。老板说这种鱼油特别的珍贵，蘸一点酱料我们就来吧。这个肉吃起来特别的紧实，它肌肉和脂肪的比例很特别，和别的海鱼完全不一样，嚼起来的感觉像是在嚼鸡肉，但是海鱼那种独特的鲜美又很强烈，哇，只能说很值得一试这个味道。吃了这个之后，我们又追加了一份海鲜冬，这里面的刺身都是刚才从海里钓起来的。好的，我觉得我不用去跳海了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玩意儿。上一次的满分寿司一时没把它讲完，因为这家店的大酱实在是太耿直了。但上一次其实我们只讲了一些无实包金的东西，今天是正儿八经的吃黑寿司。我发现我废话真的好多。在嗦完了那一碗很美味的黑色关东煮之后，大酱就开始给你做下一个寿司了。看那个肉的花纹应该是欧托罗，你们看这个手法，看得我很爽。但好像又有很多人在问我欧托罗是什么东西，其实就是金枪鱼肚子上靠近脸的那块肉，因为太肥了，所以就叫大鱼腩。会加一点烟熏的味道。我发现这种很肥的鱼肉就和那个黑米的醋酸很配。接着这个是金木雕寿司，这个鱼胶原蛋白特别丰富，所以你嚼的时候甚至有点像在嚼猪皮。那它的皮下脂肪还是很鲜美的，上面是加了一点柠檬皮的碎末，所以吃起来挺爽口。然后是这个，哇，我超喜欢这个烤北极贝，大家只是把它的边缘跟表面烤了一下，它里面的还是鲜嫩的那种。好有嚼劲的。我发现贝类嚼起来都特别的解压。然后这个鱼是芝麻鲷鱼，其实就是那种没什么味儿的鲷鱼，很清淡的口感，但是里面加了很多的芥末，吃完整个人都很精神，大酱根本不会让你停下来的。这是涂了一层照烧酱的血渍，鳗鱼的近亲，但是口感更弹。薄荷的味道，因为是草本里面提取出来的糖分，所以还有淡淡的草香。接着看样子是要卷起来了，它这个真的是卷了一大坨金枪鱼肉末，最后点缀一些酱油，这种手卷的饱腹感特别的强。海苔的咸甜味就很衬托金枪鱼的肥美。大酱看我们吃的很开心啊，还拿出了店里的极品海胆，这么大一坨，我手里拿着这个好像都不止一个海胆，而且它特别的香甜。卷完海胆我们就该卷鱼子了。三文鱼鱼子的特点就是汁很多，每一颗都很饱满，反正就是会在你的嘴巴里噼里啪啦的，又是解压新方式。我们好像把大酱吃高兴了，大酱现在把它的各种存货都搬上来了。大酱说这个菜没有那么硬，它是黄瓜加酒糟，它其实长得更像一个前菜，吃起来的味道很像那个木糖醇，大大泡泡糖的味道。然后是青花鱼寿司，腥味特别重的一种鱼，但有人也觉得那个味道很香。那比如我，对了，梅子酱和它味道也很配。最后一个寿司是鳕鱼子寿司，这个东西真的很贵，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味道有多好，它特别的咸，但是吃完之后嘴巴里会有种回甘。我们还是直接吃甜品吧，这个是一小杯米酒，还是很浓的那种，淡口闷了。这个甜品我很喜欢，应该是某种红豆寒天，吃进去之后是软糯的微甜，还是想夸一下这家店对甜的把控，精准又温柔。最后一个甜品是蛋卷，加了活性炭之后就是黑色的，里面的油水还很丰富。最后还给我们展示一下他们家引以为豪的这个黑色炭，虽然喝起来并没什么味道，但这一次的探店体验真的是非常的开心。这是他们家的会员名单，有没有看到几个熟悉的明星？好啦，阿基推荐指数10分，特满足。卡，我操！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是我来日本之后去过最贵的烧鸟店。我这个特别的多，我感觉那个蛋液快从我的鼻腔里面冒出来了。烧鸟这种平民美食都可以卖到这么贵，凭什么呀？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。今天我们去了这家店，它非常的装。今天我们就抱着批判的眼光来看一下，以形而行。他们家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家使用无菌鸡的烧鸟店。他说的我不信，无菌蛋我倒是听说过，无菌鸡就有一点过分了吧？他现在门口站了10个人不让进。哦，一个魔，为什么不让我进啊？店里这个昏暗的灯光，感觉非常适合进行什么秘密交易。第一个小菜，我叫它无语，然后是一碗只有一个的经典时尚鸡肉小抄手，它里面是那种淡淡的奶香鸡肉汤。第一个菜就是他们家的招牌小板鸡，就是那个非常装无菌鸡，还是刺身。鸡肉刺身真的很久没吃到这个东西了。它这个鸡肉吃在嘴里会觉得特别清新，有一种网状的质感，食感是又厚又滑又嫩那种，纯生的鸡肉味。下个菜叫鸡元宝，我自己取的，生鸡肉末加提灯，再配上一颗小嫩葱。你可以直接用海苔把它卷着吃，但也可以像我这样把它戳破，但是没什么意义，就是爱玩。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一串，非常的好看，像是米其林级别的烧鸟啊，但他们家就是啊，呵呵，他们家串的设计都很高级，一坨鸡胸肉加一个大葱，咬下去的第一感觉是这个皮特别的薄，但是当你咬破那层烧烤味的乐事薯片之后，你能够清楚的感受到那个温柔肥美的鸡腿肉会轻轻的裹住你的牙齿，再从里面喷出炭火的香气。这家店好像还可以，呵呵，果然冬天还是撸串和在家打游戏比较爽。所以接着上了一碗鸡蛋羹，它里面还塞了一块低温调理的鸡肝，就它里面那个芝士还是黄油的味道特别浓，它不像鸡蛋羹的，它是那种黄油慕斯。今天的活到
150是一个爱你的形状，非常的爱不起。接着是半熟鸡胸肉，他们家把鸡胸肉烤出了吐司面包的感觉，半熟半熟，其实拼的就是一个滑嫩的程度。我感觉它就是嚼起来一点不费牙齿。这个菜其实还挺高级的，鸡肝吐司，它是把鸡肝磨成酱之后做成糕，吃起来就是又咸又香的鸡肝面包。然后是一个烤土豆啊，大酱说这个土豆培育了15个月啊，这个从科学层面上来讲是可以成立的吗？甜的呀。接下来这个菜好像我们四川的烤豆腐皮呀，但它用的是蓝纹芝士和蜂蜜，确实有点难闻，就是烤豆腐皮界里面的榴莲，然后是一串烤鹌鹑蛋，里面的流心是温热的。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好奇？什么鹌鹑的蛋会这么大？然后是一道鸡腿肉拌萝卜泥的菜，它这块肉中间吃起来像果冻，外面那一层吃起来像鱼肉，它加那种调味过的芥末，又麻又爽。这个是真好吃，好高级的味道。下一盘菜有点奇怪，它是鸡的脊椎后面的肉，怎么吃起来有点像北京的炙子烤肉，那个肉像刮的浆一样的嫩。它是一坨很复杂的肉，逮不出味道巨浓。下面的这个菜大家肯定都比我熟悉，一个提灯上面4盏灯。以前我们咬破一个提灯爆珠4件，现在我们一次咬破4个提灯，那个蛋液会从哪儿喷出来呢？我感觉那个蛋液会从我的鼻腔里面冒出来。吃完之后没有等待的时间，直接上了一个手榴弹，大家把它捏得很紧，这样也锁死了里面的油水。然后是鸡皮，最外圈烤得特别的干，但是里面的胶原蛋白还是保留得很完美，越嚼越有油的味道，鸡油口香糖。然后接下来是我最爱的鸡心，里面那个油水顺着我的大拇指流到了我的袖子里面，非常好。最后一串是我们的血干，我一般会叫它肉棉花或者荤棉花，因为它里面那个姜质真的很柔软。最后的主食是一碗蚕豆饭和一碗鸡汤酱油拉面，怎么主食还有2份？甜品就是小块黄油冰淇淋，这家店吃下来特别的满足。它不像传统的烧鸟店，它像烧鸟怀石，不管是香气火候还是鸡的质感，我觉得都很好，就是这个价格。阿基推荐指数9.5分，真好吃。都说成都是一个非常不相信米其林的城市，那我作为一个成都人告诉你，确实哈。我们一般成都人给外地推荐餐厅，都是一些自己觉得比较好吃的苍蝇馆子。在成都吃这些红油锅底的美食，还是要找藏在老社区的那种店，好吃惨了。那一起来试试看吧，就是看它这些可以往里面加的配菜，还可以加鸡肾，很便宜，什么都想往里加。但是就在它那个打原汤碟的时候，还是真的说一句，然后我成了整个桌里唯一一个用油碟的人。非常逊，他家这个肥肠真的很软糯，因为它里面留了很多那个脂肪，这个应该是先卤过的，你又觉得它处理得很干净，但是它又有原有的那个味道，你们懂吧？那个猪肚超有嚼劲儿，咬起来感觉像是猪肚上面抹了一层面皮，面面的口感。再端着一盘成都蛋炒饭往嘴巴里面刨，真的好安逸。蛋炒饭是那种焦香焦香的，只要米饭粒粒分明就可以。我第一次在火锅里面吃到鸡肾，它给我带来的冲击就是不亚于提灯，就是爆浆的胆固醇。我感觉这个菜只存在于川渝的火锅，但它爆浆的那个感觉真的很上头。他家的鸡肉也是很紧实的那种，主要是入味儿，就是锅底的红油香料能够从肉里面挤出来，虽然有点辣，但它是牛油锅底的醇香。四川的菌干一般会改成花刀，这样煮出来不仅嚼起来很有层次感，而且很入味儿，就是又脆又韧，每个缝隙里都能尝到花椒味。这次是我和朋友久违的一起吃饭，小酌一下真的很快乐。吃这种红油的辣锅就要配冰的梅见，它真的是我和朋友的见面酒，加了冰块后的梅子酒会比纯饮口感更好，因为冰块在融化的过程中会逐渐释放青梅酒的香气。梅见的酒精度只有12，只会让上头却不会过头，而且还可以加入苏打水、茶和柠檬水，就能喝到不同的口感和风味。好了，还是要再来个菌花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改刀的原因，这个菌花真的是全场最辣。吃了半天，终于吃到了今天的重点，小兔子。兔子真的全身上下的肉都很细嫩，一点柴的部位都没有，而且软嫩的同时又没有失去弹性。然后这个肥肠煮到后面会更好吃，因为牛油已经香到那个肥肠的褶皱里面了，就是肥肠的油和红油一起慢慢散开的感觉，就要用蛋炒饭来升华它。我感觉比较能吃辣的人根本不用蘸油碟，直接吃锅里捞出来的就已经很香了。你还可以来盘干碟。据说吃碳水的时候，大脑会分泌很多多巴胺，果然碳水是连接大脑的。虽然很久没回家了，但成都的火锅总是带着一种独特的吸引力。除了想念那种麻辣鲜香的味道，其实更想念的是聚会欢乐的氛围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4个壮汉吃了这么多，还可以，嘎面儿。